你知道什么叫做 self handicapping 吗？什么 handicapping？中文讲的话就是自我束缚。哦，作茧自缚。自我束缚就是说，举个例子，就假如说你明天有一个考试，然后这考试特别的难，你本来应该要好好的学习往上，然后就去考试，但结果你反而就是说你只去，比如说放了1-2页书，然后就去打了一整晚的游戏，看了一整晚的 YouTube， 然后第二天就去考试了，这就叫做自我束缚。我第二天考试我还去做这么奇怪的事情干嘛？听起来这个的确是很反常，但是实际上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在各个领域上都会有遇到过这种给自己一个障碍的情况。之所以我们会这样做，其实就只是为了照顾到自己的自尊心。简单来说，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因为当你如果说第二天你考砸了，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借口，就是说你之所以考砸了，完全就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去花时间去学，而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行。但相反，如果说你考得很好，你就会把这个功劳归功到自己的能力上，就是自己很聪明，而不是因为说比如说考试很简单，或者说老师故意给你高分之类的。其实这一点非常的常见，尤其是在有竞争关系的情况下，不管说你是要打游戏、打球还是和人下棋之类的，当你和他人对抗的时候，你总会找到一些自己输掉的借口或者理由。就比如你和别人在游戏内 PK 的时候，你会故意选一些自己不太擅长的角色，然后这样当你和对方对打，假如说真的银口里面放水了，你输掉了，你也可以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就是说这个反正不是我最擅长的英雄。但是我觉得我打不过的时候，对面应该都是广。你这一个也算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对，我们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说好了。这个自我束缚的话，或多或少和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有一点点的关系。比如说你小的时候考试考了满分，你的家人就会说你聪明，就夸你聪明，对吧？但其实这一点不是特别的好，就是尽量夸一个小孩努力，而不是夸他聪明。因为如果你夸一个小孩聪明的话，那么他就会觉得之所以自己考得好，完全是因为自己脑子好，而不是说自己该去学习。但是如果你夸他努力，那他就会知道他之所以考得好，是因为自己花了时间和精力在那么一个事情上。那这样当他下一次又会有相同的挑战的时候，他就会继续花时间和精力去完成它。如果说你只告诉一个小孩聪明的话，那么当他长大后，他会有很多没办法自己去解决的难题的时候，他就不会想着去努力，反而是给自己加很多束缚。就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自我束缚。自我束缚的话呢，就不仅仅只限于说读书学习之类的，它也包括像是其他方面的，不管是体育上的、艺术上的、工作上的，这些都会出现。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办法去避免这种自我束缚，然后来解放自己的天性什么的？自我束缚的话并不完全算是一件坏事，因为毕竟它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就是你是为了照顾到自己的自尊心。但是如果说你想要达到更高的成就的话，那么你就得想办法去突破它，不要给自己加束缚。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你改变自己的目的。就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有一节课，就举例说是学 PS 好了，你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在这个课上最后拿 A， 你要把你的目的改成说你最后是要学习 PS 这项技能。因为如果说你把目的改成了学习这项技能的话，那么你在考试或者别的学习方面上，你就不会给自己设下这么一个或者多个的束缚。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提了那么多关于考试的事情，那有没有就是可以增强你记忆力的那种方式的来提升你成绩的东西？有，心理学上关于这一方面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就是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跟你说好了。